有熟悉温子仁的大伙伴们应该都知道，他是作为这些年恐怖惊悚类型片顶流的存在，出过不少爆款和吓得人津津乐道的影片，比如成名作《电锯惊魂》惊悚片类型，再到玩转恐怖元素的《潜伏》和《招魂》系列，从此在业界打响了温子仁恐怖大师的名号。不过温子仁成名后，似乎爱上了热衷于收徒弟，自己做起了监制和制片人。他做的《招魂》宇宙目前就有8部，现在就连金字招牌《招魂3》都拱手让出导演位置。众所周知，温子仁监制的电影嘛，就没有那个味了。所以在众多温子仁标签的影视作品里，认准温子仁执导是很重要的。今天要聊的《致命感应》也叫《恶煞或极恶》，是温子仁继2016年《招魂2》之后重新拿起刀头执导的恐怖片。那么接下来就来验货。老规矩，先介绍下《致命感应》预告片释出的剧情梗概，不影响原片观影。故事的背景发生在西雅图的现今，曾经在安娜贝尔的女主在这饰演麦迪，突然某日能产生诡异的幻象，在幻象中她能看到一位美式男版贞子的恶魔，尤其是恶魔在实行杀人的时候，麦迪就像置身于其中，看着那头发蓬松挡住脸的恶魔手刃对方，而麦迪在现场只能尖叫，浑身不能动弹。过不久，麦迪就会在新闻得知确实有人遭到谋杀，这些都并非仅仅存在于麦迪的幻象，而是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。随着剧情发展，麦迪不光发生幻象，自己家里也开始出现异常，常规闹鬼操作也在屋子里轮番上阵。在来回几次的过程里，麦迪知道了这长发恶魔的名字叫加布里。巧不巧，麦迪开始模糊想起了一位儿时的玩伴，就叫加布里。但在他回放小时候录像带时，却发现儿时的加布里玩伴竟然是自己臆想出来的，而此时发生的诡异事件却和麦迪有着千丝万缕的神秘恐怖关系。于是，一场惊心动魄寻找破解和抓拿恶魔加布里的对决上演了。Who was Gabriel? 在点评之前，想要大家了解的是，国内流媒体有买下《致命感应》并已经开播。其实我觉得能成功买下并播出已经实属不易了，想去看的可以支持一下。不过呢，我也需要诚实的告诉大伙伴们，出于审查有删减了4分钟。至于是什么画面，大家懂的都懂。这些删减的画面对于影片提升恐怖指数还是很重要的。不过我也没做更详细的删减版和原版的对比，在此就不多评论了。不知道我这么说会不会遭到视频下架，到时候灵魂画师又要再就业了。好，致命感应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温子仁的味儿，没错了，复古并有着明暗对比强烈的色调。熟悉的独栋大别野开始的诡谲事件，依然是那种审美风格的浮道画，房间内的一些家居风格也和招魂系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全片看下来，虽然影片的惊吓程度和次数没有招魂1和2那么多和拍案叫绝，但在镜头语言的调度上，影片前半段温子仁把镜头视觉玩出了更多的新花样，比如从房子顶直接俯拍跟随，还有各种奇特极为不寻常的偷窥视角。当然了，怎么少得了温子仁是空间纵深感极强的视角镜头，在全景的画面中不留有特别指引的空余位置，但又让观众感觉每一处都有可能潜藏着惊吓的危机。而且这次温子仁更是频繁运用了恐怖惊悚类型片先入为主的心境，放出各种烟雾弹，把大部分原本传统恐怖片要爆出的惊吓气氛酝酿到最大化。比如公寓大叔那场戏，我已经整只手都放到嘴巴里了，然后镜头一切，片段结束，那就结束了，啥都没有发生，逗你玩的。这些我认为都是温子仁很好运用了未知是最好的恐惧，这句来自古典恐怖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的话。其实在潜伏和招魂系列，温子仁在这些吓人的招数上已经玩得炉火纯青了，而且因为这2个系列都由儿童作为惊吓的主要对象，这也让恐惧的能量提升了不少。致命感应则是以成年人作为承担者，恐惧的力量会削减不少，但依然是以女性为主体对象。在此前的一期招魂宇宙我就有特别分析过，恐怖类型几乎主角都是以女性作为惊吓对象，包括鬼也是女鬼居多。这里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，我的理解是女性相较于男性能更快获得观众的包容和共鸣。当然也有一些好的恐怖片打破了这个传统，比如逃出绝命镇，主角是一位男性，他作为被惊吓和被附身的对象，恐怖惊悚元素也融入进了种族议题，形成了一种新的恐惧探索源。温子仁在访谈中就有聊过，多年来他一直做恐怖类型片，他自己也在求变，需要在这部电影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确实这部电影在恐怖的设定上给了观众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转变，甚至被有些人调侃致命感应是此前未能成功拍出阿吉版的新变种人，现在被温子仁给拍了出来。也或许是这样的转变，再加上影片的惊吓次数没有太多，所以导致了影评人和普通观众的观感小差异。接下来做更深的点评会涉及微醺剧透，但不影响观影。影片开始于一个神秘的实验城堡，相关
关科研人员在对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生物进行实验，但实验时死伤人员惨重，无奈只能进行病灶切除结束实验。转眼多年来到了主角麦迪怀有身孕，但这是她2年多第3次怀孕，前2次都是以流产悲剧收场。酗酒家暴的丈夫对她更是粗暴对待。但也就在这时，麦迪儿时的幻想朋友加布里出现，先把麦迪的丈夫给灭了。此后麦迪的家开始闹鬼，她自己更是和加布里产生了各种可怕的连结。影片的前半段把悬念做得很足，基本靠着加布里到底是谁去牵引观众往下看。在制造恐怖惊悚的气氛上，温子仁算是正常发挥，少了些惊喜，但惊吓指数还是在线的。起码我所在的影院观众和我的反应都挺激烈的。随着线索一点点的铺开，其实到了影片中段的时候，基本大概能猜到神秘的恶魔加布里是谁了。但当他现原形的时候，还是让我心里有念到，哇，有够变态的。这样的大开脑洞，真的有一种看了重口味走进科学的感觉。这或许也是观众对致命感应有比较2极化讨论的原因。前半段搞得像是神秘兮兮的恐怖片，到了后面变成了惊悚动作片。也因为这样的设定，国内可以买进这部电影在流媒体上播出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内不能拍有鬼恐怖片的案例，值得去研究和探索下的。或许也正因为这样的设定反转，再回头看影片前半段铺垫的逻辑就会显现出硬伤。比如麦迪头时不时流血，那他真的没时间没空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去拍个 CT 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？还有前半段加布里神出鬼没悄无声息，但到后半段打斗时的声响，隔一条大马路关着窗可能都能听到。前后这些动静差别是不是也太大了？看过电影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最后在收尾时，温情式的转折显然也暴露了文戏控制的不自然。这或许问题是出在反派角色加布里的塑造上，影片没能给足太多丰富该角色的空间和时间，导致了加布里在影片都是以制造恐惧的工具人存在，但最后却要搞一出煽情，从而显得角色共情能力过于单薄。比起同样以亲情落脚的招魂一，招魂一中的母亲从一开始母爱的力量就在酝酿了，在情感积累的作用下，最后在驱魔时转折就自然很多。此外，影片结尾那段让我想到了对于家庭关爱以及社会包容和接纳的探讨，这些或许都能深入去做文章，可惜影片也就点到为止而已。但我依然认为这是温子仁导演一次不错的尝试。收放到每一场戏份去单独看，温子仁稳定发挥的恐怖视听效果都能让人屏住呼吸进入状态。不过拉远纵览全片，影片之间的衔接和进展，以及角色的行为逻辑和关系，都是为了营造每一场恐怖惊吓指数而铺垫的，稍微太过于强调惊吓的形式主义。当然了，在恐怖类型片里营造恐怖气氛的形式主义是很重要的，只不过在形式主义和故事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，应该是每部恐怖片都要去探索的天花板。这让我想到了1个月前看的一部韩泰合拍恐怖片《灵媒》，也给我同样的感受。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指导过《鬼影》的班庄比辛达纳刚，制片和编剧除了导演外，还多了一位指导过《哭声》的导演罗洪枕。因为这片太冷门了，所以就没安排上。如果大家对这片感兴趣的，可以点赞和留言让我知道。《灵媒》去除掉更为传统的恐怖片模式，用了一个高概念和伪纪录片的形式，去慢慢把恐惧感渗入到观众内心，让真实和离奇植入到大家的潜意识里。不管是今天聊的致命感应还是灵媒，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在生理上而非心理上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2部作品探索恐怖元素的动因，其实都在试着找到人心恐惧成因的不同角度。今天聊的致命感应应该不会成为温子仁新的爆款，不过如同他说的，希望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看到了这种不一样，但在剧情编织和升华主题上，或许还能做得更好。如果你喜欢恐怖片，同时又对重口味的惊悚动作片感兴趣，那么温子仁的新作《致命感应》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温子仁导演新作《致命感应》影评就先聊到这，希望对大伙伴观影有所帮助。这段时间我也在干不同的影视作品解析，希望能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。你们点开我的视频举动，就是对我最实际的支持和厚爱了。感谢感恩有你们一路同在，再多的话就不说了，新视频见吧。那我是大葱，我们不见不散。